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终于出发去日本啦。之所以说终于，是因为我们提前1年就已经开始思考旅行的目的地，经过多次讨论才决定了日本。我们在5个月前就买好了机票，开始规划行程，现在终于要启程啦。这里建议大家使用 Visit Japan Web 提前填好电子入境卡，这样入境就会非常丝滑，不然就要费时间在机场慢慢填。我们选择的航班除了飞机餐巨难吃以外，另一个缺点是抵达的时间很可能赶不上末班 Haruku， 也就是最快去京都的交通，所以我们第一天选择住在机场附近的酒店，只需要乘搭1站地铁就能够抵达。不过这一趟地铁居然需要370日元，感觉好贵啊。沙发床 ，sofa bed。What's this? Toilet. 浴缸。Okay, very clean. Clean. And a wardrobe. What's outside? Ooh, the view is not bad. Look. 今天是 officially 的第1天，出发去京都啦。Where are we going? Castle. 是这样说的吗？日语。这一天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拖着行李箱找了一路的 coin locker， 因为我们的民宿不让我们提前存放行李，然后就一直拖着行李箱找啊找，最后我们是在2条城门口找到最后的3个大的储存柜。放下大雷坠后，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觅食，只是随便找了一家附近的拉面店，但也是排了有20分钟的队。一开始吃感觉还挺好吃的，面条比较细，叉烧还有排骨很好吃，但是越吃越咸，到后面真的太咸了，都没有办法吃下去了。ここは2丁目です。2条城是由江户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在1603年下令修建的。德川家康在2条城宣布自己被授予征夷大将军的称号，正式开启幕府的统治。他每次到访京都时都会居住在2条城，此外2条城也是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宣布将政权交还给天皇的地方，所以2条城可以说是见证了江户幕府的兴起与终结。我们在这里只购买到了2之丸御殿的门票，而御殿内是不允许拍照的。参观这里主要是了解每个房间不同设计背后的意义，比如地台的高度、壁画的题材与风格等等，都反映了江户时期的礼制与美学。参观完2条城，我们就可以去民宿 check in 了。虽然说民宿离2条城很近，但是我们拖着行李真的太折腾了，所以最后决定打车。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。我们是用滴滴打的，然后价格还挺 OK 的，人均不过400多日元。来参观我们的民宿吧。走吧，接下来的3天京都就要住在这边啦。Let's go！ 地铁上洗脱拖鞋。有个榻榻米在1楼的正中央。
这个民宿一个晚上是200出头，空间比酒店大很多，设施齐全，洗衣机还是洗烘一体的，很方便。基本上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在1楼，2楼只是用来睡觉。民宿步行10分钟内可以走到最近的地铁站，交通上还是挺方便的。除了不能提前存放行李和杀不完的蚊子，这个民宿真的很不错。听说日本的餐厅都要提前订位，但大部分我们看到的餐厅都要打电话，可是我们并没有日本的电话号码，所以这个旅程吃的都挺随意的。这一天的晚餐是为数不多我们可以在晚上预定的餐厅，然后我们到了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要预定的必要，因为还有很多位子。烤牛年老了，味道不错，就是烤老了。你呢？老了，正好6天 ，everything so perfect。好吃，我这片刚刚好。Really？ 可能你们会觉得有点老，但我觉得刚刚好。太大声了。Excuse me, can I grill sirloin? Can I grill sirloin? Sirloin. Translator。I will grill beef. Okay. Okay. Oh, okay. Okay, thank you. Okay. Please, just a moment. Okay. 真的做到入口即化的感觉。所以那个小朋友的推荐是对的。再吃一口，真的超级软绵的，超嫩的，对吧？这顿最好吃的就是服务员小哥推荐的这个西冷，它的肉质超级嫩，配上鸡蛋还有饭，真的好好吃。其他我们自己点的肉就比较一般，而且我要吐槽一下这个沙拉真的是太难吃了。干杯！耶！一举。明天你最后。为什么明天不是公平竞争吗？但是你2次第1了。对啊，你听见不是公平群众的声音，就一个人的声音，就群众，你一个人，就是还有我同意2票对1票 ，yes， 你不是群众。10点之后点。在京都的第2天，我们安排的是去岚山还有贵船，也就是我们在京都要去的2个最遥远的地方。我们在出发前看的天气预报是说，关西地区几乎每天都会下雨。然而到了之后，也就只有第1天上午下了雨，接下来几天全是好天气，所以感觉还是挺幸运的。岚山竹林以其高耸入云的竹子闻名，也是电影《十面埋伏》和《卧虎藏龙》的取景地。漫步在这片绿色隧道中，仿佛置身于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。然而游客众多，难免有些嘈杂，略微打破了这份宁静的氛围。随后我们参观了天龙寺，这一座14世纪由足利尊氏为供奉后醍醐天皇而建的古寺，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。尽管寺庙经历了8次火灾，但庭院的一部分仍保留了初建时的风貌，而现今的大部分建筑则是在明治时期重建的。
龙寺最具特色的景点是其禅宗花园，中央的曹园池倒映着枫树与周围的粗犷岩石，宛如一幅天然的画卷。庭园还巧妙地借用了蓝山周围的山丘作为借景，在这有限的空间中，巧妙地营造出一种广包自然的开阔感。午饭我们去了晚上推荐的一家餐厅，走路过来花了20分钟，排队又等了大约半个小时，结果味道非常一般，感觉不值得花这么多时间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还不如当时在蓝山随便找一家餐厅解决。饭后我们出发前往贵船，途中会经过森林隧道，但由于我们出发得太晚了，光线已经不佳，隧道的景色远不如网上看到的那般惊艳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比地图预估的时间多花了半个多小时，最终用了2个多小时才到贵船。上山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人都是在往回走，像我们这样继续往上走的寥寥无几。我们到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，拍出来的照片因为光线太差，效果也不好。然后没过多久，天就彻底黑了。之后拍出来的照片还有视频，甚至有点阴森森的感觉。更糟糕的是，最后一班下山到电车站的公交已经没有了，就算用打车软件也叫不到车，所以我们只能徒步下山。虽然2公里不算太远，但是路上几乎没有路灯，而且我们还看到警告熊出没的标示，心里真的很忐忑，只想快点回到文明的世界。幸好当时有2个日本男生也在步行下山，我们就紧跟着他们的步伐，最后一步一脚印的平安回到贵船站。晚餐本来想喝点酒放松一下，结果啤酒对我来说还是太苦了，喝得我整个人更难受了。而且这家店的关东煮和烤串实在不怎么样，可以算是这趟旅程中我觉得第2难吃的食物。好啦，下期再继续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行程，以及这一次旅程中最难吃的食物，敬请期待吧，拜拜。